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欢迎我们的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记得呢要做什么事情呢？先帮我们按下赞，并且呢在留言区特别帮我们写下热推，或者是如果看到热推键，直接帮我们按下热推键，并且呢在留言区写下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也会亲自的回复大家。昨天谢谢有一位观众朋友特别在这个留言区里面呢写说，记得帮环球大战线思敏这个节目要帮提醒观众朋友按赞，真的非常谢谢这位观众朋友哦，谢谢你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持续的呢，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的是美伊战事，现在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度，重大的进展，就是在油价呢，现在来自于伊朗的说法，不仅已经突破了120美元一桶的这个价格之外，他说接下来油价他预估会上涨到140美元，正式的进入倒数。另外一方面，伊朗现在在海上，他也特别强调的是说，接下来会有大规模的攻击。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以色列方面也说呢，这边在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了，接下来恐怕会有最新的军事行动。那么我们来看到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航母现在撤退哦，但是换手的是极音速的这个飞弹已经来接手了。美伊战争谁先撑不住？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来自于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最新放话。他说，伊朗我们会持续的死守我们的核武跟飞弹的能力，波斯湾将不会再有美国了。而且呢，这边也喊话说，伊朗的海军已经预告要扩大海上的攻击。现在大家就在看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海军司令喊出这样子的一个话，刚好是包括了布希号前进到中东的时刻，喊这个话有相关的意思吗？另外，我们来看到伊朗也呛杀美国重启核武兹的攻势，只会引发一个漫长而且痛苦的报复。我们另外一方面来看到这个战火肆意已经延烧到波湾国家去了，直接冲击的就是亚马逊，直接喊话，云端的计算已经证实了中东的据点受到损失，所以接下来服务是完全中断的，而且修复时间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最直接的影响，不管是对于全球的民众，或者是美国的民众，甚至于川普的民调，最严重的就是油价问题了。油价现在已经正式的突破120美元大关一桶，但是伊朗持续放话，川普你继续看着，下一站油价会到达140美元一桶。伊朗的议长还特别酸了川普，说你不是呛伊朗吗？说你的石油设施会因为石油太多，在3天之内爆炸。结果看到的是，不仅油井没有事情，现在油价还准备要失控了。那么也代表的是说，美国先前的制裁是破功了吗？我们来看到的是关于这个美国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做的一个结论。他说，就算伊朗的石油减产幅度高达战前的50%，但是他预估呢，在美国对他解封之后，伊朗只需要花数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回到生产的70%以上了。换句话说，这个制裁对于伊朗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伊朗针对自己的石油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卖出去，不管是透过影子油轮自己偷卖，这个革命卫队自己偷卖之外，还有呢，他们有非常多的海上储油可以躲过制裁，并且透过轮流来停产的方式继续撑住他们的生产量。那么也透过陆运把石油送到中国大陆去。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是刚刚收到的，来自于以色列的说法，很快会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说呢，在24小时之内已经接收到6500吨的装备，当中包括了数千枚空中、地面的弹药、军用卡车跟作战的车辆。这是来自于以色列的最新说法。刚刚说了，伊朗已经放话了，他要再做海上扩大攻击，甚至呢不排除现在外界也猜会不会要锁定美军的航舰或者是航母，这是否代表在波斯湾的海上这边会酝酿一场即将要升级的大战争？将军怎么看？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美国跟伊朗有没有可能在发生军事上的作战。我认为可能性已经很明显的降低。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第一个，从美伊双方的谈判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在战场上面，我觉得说伊朗虽然说没有获胜，可是他确实是占了上风。
所以他才能够在这跟巴基斯坦这边跟美国要谈判代表的过程之中，他不断的放美国鸽子这个当然他所提出来的条件也是很硬。第一个，我们先停战，停战之后接着下来，我们再谈论这个荷姆兹海峡管理的问题，最后再来谈论这个核武的问题。但是这方面对美国来讲，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可是美国在现在我们看出来，美国也不敢继续打下去，因为他没有能力再继续攻击下去从他现在只敢采取所谓很消极的封锁策略，想要借着封锁这个阿曼湾让伊朗的油运不出来，然后让伊朗撑死让你这个油抽不出来卖不出去以后，你油井就废掉，只能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来这个对付这个伊朗。从美国这种策略，我们也看出来，在军事上面，他可能也觉得他没有能力继续打下去。毕竟这场仗打了这个20几天，然后又停战了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美国在军事上讨不到任何便宜。所以双方之后来讲，或许有机会走上谈判桌，但现在关键最大的变数出现了。关键最大的变数就是这个思敏刚刚所讲的以色列这个变数出现，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5月1号，也就是说美国国会授权给川普60天的时间已经到期了那美国会不会在明天之后，如果说川普顺着国会的意思，他说我是一个民主国家，我接受国会的这种决定我就撤出这场战争。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主要的是以色列要这个维护自己国家安全，他为了国家安全，他势必这个要让伊朗来屈服，所以以色列不会让美国脱身走的，所以我认为以色列会把美国继续把它拖下来。大家回想一下，2月28号开战，不就是以色列跟美国联合把美国绑上这部战车，然后之后才开战的吗？那现在如果说美国脱身走以后，以色列自己要面对伊朗的导弹，它导弹还在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伊朗的导弹可能库存量还有70%。如果伊朗的核武这个后面继续研发的话，对以色列来讲确实是很大一个安全上的威胁。所以我认为以色列不会让美国脱身的。所以为什么现在以色列不断，你刚刚讲的不断的在囤积各种这个战备物资？我相信囤积的可能是包括它的空中攻击的弹药，还有这个飞机所要使用的油料这些东西。那以色列对伊朗，我们从这个之前2月28号开始的战争，它所谓采取的战术，大概不外就是因为它地面打不到伊朗，它只有借着空中的优势，也就是它战机的优势，继续要对伊朗来实施轰炸。但你只要以色列对伊朗实施轰炸，美国就势必会被拖下水。所以说这场战争，我认为能不能够走向和谈，最大的变数是以色列。那以纳坦雅胡现在他自己已经在国内的政坛上面，他可能面临2个前任的总理会组织新的内阁来对付他。我觉得纳坦雅胡极可能在短期之内会对伊朗再一次的发动攻势。好，所以这一场美伊战事，本来大家看起来好像说已经要逐步的走向和缓了，没有想到就在刚刚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以色列突然又说24小时内大规模的集结各种的军事武器，是不是可能发动另外一场战争？那美国就会接着被拖下水，这是要持续做一个重点观察的。除了以色列现在在24小时内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之外，美国其实在军事上也有所动作。我们来看到的是，他调走了他的这个福特号航母之后，准备要部署的是高超音速飞弹。注意了，这是首次他放了高超音速飞弹在中东地区。这一款飞弹叫做暗鹰美国的媒体曝光的消息指出，川普的新计划是让暗鹰要指导伊朗的飞弹阵地。暗鹰的射程大约是1725英里，可以超过5马赫的滑翔飞行，具有高的机动性，成本比较高，但是数量很少，这是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单枚要1500万美元，而且现役库存已经不到8枚了。接下来这场战争，张将军怎么评估？我认为这个伊朗，他认为美国不敢做3件事，反而让伊朗有底气。第一个，伊朗评估美国不会进行地面战，那不会地面战，那我可以一带了，我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的美国大兵占1寸土地，那继续玩嘛，你要来就上来啊。所以他已经看了，把美国看穿了。你这个地面战不来，我就不屈服。你随便炸吧。我认为伊朗够大，地下化够，我的战力保存、战力防护都够，是这样子。他看，所以
美国到现在为止，有这个第31远征军陆战队也来了，从82空降师也准备，你动不动你不是要夺岛，连岛都不夺，夺岛是很容易，岛屿都是易攻难守，这个我们讲的易攻难守，你守不住，因为太小了，没有腹地，你都连岛屿都不夺，那这个被伊朗看穿。第二个被伊朗看穿了，是美国的火力不足。你看他那个供不应求，因为你供给的有限，你还从其他国家做调拨。换句话说，你在第一集的时候40天尽了洪荒之力，也只会这样子我伊朗不会做屈服，我还有很多的真实承诺的报复的各种的梯次是这样。换句话说，美国的火力上的准备，我认为是不够的。第三个，他看为美国川普对他的军人是惜命重于牺牲生命，非常爱惜。你既然惜命重于牺牲生命，那好了，那我拒绝来跟你赌，因为你怕牺牲生命，那我就来跟你赌，我不怕。我伊朗人多，要玩就玩，这是我的伊朗，又是我的在地，我的家，是这样的。所以，川普这40天对伊朗的用兵，并没有达到战略的目标，也没有达到战略的效果，是这样。那你刚刚讲的爱因飞弹，我认为爱因飞弹它有2个短板的，第一个，它数量不够，8枚，你怎么8枚？你8枚能够打几个目标？随便让你炸好了，你这样子8枚用下去，它就是为了有一个我这爱因的高超音速导弹能够有实战的经验。我就拿到伊朗战场去做验证，是这个样。美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你数量不够嘛，就是你的短板。你打完了没有了吧？那做出来要很慢第二个呢，打1枚赔1枚，你1枚的单枚的造价是1500万美金。你算算看，伊朗还有哪个军事装备可以值1500万美金的？你拿1500万美金跟他换，结果你打1枚亏1枚，你砸了可能是这200万美金的一个目标。但是你不要忘，你是1500万呢，你这个拿金斧头去劈木材对不对？是个问题所以我们来看我做个小结论，就是这个美国低估了3件事。第一个，低估了伊朗报复的实力。伊朗一波一波在科威特、这个安曼、巴林、阿联酋都在他们做报复低估了他报复能力。第二个，美国低估了伊朗的作战意志跟他的我们讲的跟他的这个团结力，打到最后面，好像伊朗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崩溃。第三个最重要的，他低估了伊朗的战争忍受度。那玩战争继续玩下来吧。我战争忍受度是很高的我不是那种一下就崩溃没有办法撑下去所以美国的3个低估的对伊朗的低估，也造成美国后续用兵感觉到力有未逮。好，所以我们来看到那这一场战争接下来会如何做发展。刚刚整理了一下，这个以色列接下来可能会很快的展开行动吗？那有可能会从空中来做进行。那美国会被拖下水，伊朗则是很可能展开报复。刚刚说的会不会如穆吉塔巴说的，就是从海上进行这个大规模的一场报复行动？那美国可要头疼了。现在美国不只是被以色列恐怕拖下水之外，在国内其实自己的内部也面临政治上面的压力。他是他们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呢，最近呢他到国会去，结果被围剿因为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民主党的议员怎么说，他痛斥这个赫格塞斯说，你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就开战，已经烧掉了250亿美元，而且呢，注意了，这个250亿美元还没有算上说，被伊朗打的这些美军的基地如果说要修复这些基地，现在加总这个金额其实高达了50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是1.58兆元。赫格塞斯就气坏了，他就回应说，你们不帮助我的话，简直就是可耻，而且你们递弹药给对手。而且美国，你根本现在如果不做任何事情，就是在摆烂。另外一件事情，美国自己内部要担心，川普政府要担心的事情，就是5月1号就届满60天了。如果国会还没有授权这个美伊战争可以继续打下去的话，那川普就是必须要在期限之内撤回美军。没有想到赫格塞斯竟然在这个时候递出了一个新的解套方法。他说呢，美伊现在不是休战吗？我们不应该把休战的时间算在这个60天里面。所以现在他在为他的这个法律要来解套。岳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的国家有3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个第一个就是钱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重视钱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爱国。美国人很喜欢强调爱国，非常重要。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法律，依法来治。刚好海格塞斯的话，他面临这个3者那么首先的话呢，这个国会当中，现在海格塞斯他已经公布了，所以打到目前为止他稍微强调，我们原来听到的是300多、350，他现在讲250，
这个不是喊价的，这个不是买这个什么白菜呀、什么葱的什么的啊。他讲250就好，但是《华尔街日报》马上登出来，所以说实际上的支出远远不止此。啊，那如果再加上要修复美国驻在中东波斯湾的所有的军事基地的话，那总共的费用可能会高达500亿。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只是暂时休火，这是一个 truce， 就停火以后才打了35天了，打成这种结果啊。那么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说美国本身来讲，这场消耗的在钱上消不起。海格塞斯的回应啊，就是他觉得没面子啊，因为这个基本上就说他说谎啊。其实海格塞斯得罪人非常多，你们最受不了就是他犯了 war criminal 就是战争罪了啊。那么他有这个战争罪的嫌疑的，将来会被起诉的，所以他心里就慌了，他就指人家不爱国。不爱国的话，就你们递弹药给对方啦，然后你们是 disgrace 啦，你们丢脸啦什么的，啊，你们摆烂啦，你们没有办法积极的面对，这是爱国心理。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是美国的法律了。美国的法律的话呢，就是说国会当中允许总统擅自发动战争的话呢，就是60天以后一定要国会的同意你发动这场战争。那当中的国会的话呢，在3月份的话呢就已经投过票，就是说这话呢，先认定目前这个战争搞到现在就应该停下来，就是非法的，没通过，2次投票都没通过。那现在接下来的话呢，我觉得美国的法律要解释，就是说国会要有人提案，就是要赞成川普这场战争是对的。那这个很难通过，所以海格塞斯才讲说，既然是法律的话，难道就是知法玩法？什么样的？就是说学那个立法委员咨询一样，时间暂停啊，我们停战时间就不算，所以就出现这种局面。所以大家一听的话呢，就觉得说，因为前面第一个讲，美国人资本主义国家非常在乎钱啊，你花钱的数量很大，当然吓了一跳啊。这个钱的话，最终这个账是算在所有美国人手里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你爱国的话，你爱国你要师出有名啊，你打这个战争的话，不就没有名分，也不合法。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美国的大兵怎么打仗啊？对不对？那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海格塞斯就骂了起来，就是说讲到说我们要想尽办法要拖这段时间，要60天，60天就是国会要同意他的战争。是，好，谢谢渊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世